个是在川普准备2.0回到白宫的时候，泽伦斯基是其中最有压力的人，也是刚刚我们赖总统特别喜欢提的泽伦斯基。他有一段谈话，公开的宣称我们不能被逼着坐着听话。听听他的谈话。Незалежна Україна, і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в час цієї війни наш народ і я особисто в перемовинах з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і з Трампом, і з Байденом, і з іншими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и лідерами довели, що ми 美国不能够逼着我们坐着听话上谈判桌，要谈什么内容？他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在跟川普宣示某一种意义吗？你不能逼我哦，不能逼我哦。结果马上马斯克很有意思，特别转发了这篇受访的影片，然后他的英文讲说：“哎呀，这个是很幽默的，让他觉得很 amazing 啊，他幽默好厉害，很让人家惊讶，太厉害了吧？”泽伦斯基究竟跟川普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这个被抛弃了吗？还是会被逼着做什么事情吗？看起来马斯克这个嘲讽的意味已经非常的强烈。美国怎么移交总统权力？因为川普当选之后还要等76天才能上白宫，进去所有的核心7兆元250万。的这个公务人员，这个政府机制要运作。现在很重要的是，光是这个过程76天的中间呢，除了拜登、川普同步在一些重要的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他可以同步的收到。所以从过去这么庞大的机制要交接总统的权力的过程里，有一个默契在，也要确保他能够和平转移。而被说这个军援养出军火之王，乌克兰的处境还不止如此，接下来也要追究吗？乌克兰有大批被援助，不管是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援助的武器出现在加萨战场，被倒卖，发生什么事情了？美国已经开始装追踪器，或者是有各种贪污丑闻连环爆。美国官员还曝乌克兰的这些官员太贪腐了，想要进北约你就慢慢等吧，先缓缓。包括2019年5月20号这个时候，泽伦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就是川普执政的时期，是不是跟川普的交手？川普对他也很清楚呢。还有拜登即将卸任嘛，那要帮川普点火嘛。我们看到川普上任之前，拜登由美国这里居然开了绿灯，说可以让乌克兰批准他用美制的长程飞弹去攻击俄罗斯本土。因为这样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吓坏了大家，甚至俄罗斯方面的官员公开的来回应说，这个将会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非常重大的一步。我们要开打了吗？那当然，消息人士说，这是针对北韩派军帮助俄罗斯所做的重大政策调整。美方的这个绿灯批准呢，也是针对此而来。报道出来的时候，拜登正在亚马逊雨林开记者会，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批准了呢？看看他的态度，他是直接掉头离开。我们看一下画面好吗？就是拜登就在这个云里，看起来好像布景一样的场景。那一念完稿子，记者想问他是不是有准乌克兰用长程武器攻击俄罗斯了呢？因为俄罗斯曾经宣称过如果你们敢让这样的武器打到我们本土的话，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拜登没有回答，掉头就离开了。泽伦斯基被问到，他继续说：“我会不会这样打？不是用说的，这类事情不会被宣布，飞弹会自己说话未经宣布。”所以接下来是不是真的像俄罗斯讲的，这是迈向第3次世界大战非常重要的一步吗？川普长子小康拿出来痛批了这个是拜登军工业的复合体想在我父亲有机会创造和平、拯救生命之前，确保让他们第3次世界大战要提早爆发吗？那大家都在担心说，这个批准到底代表了政策现在是过渡时期，这样的批准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战争的议题欧洲被说累了吗？我们看到了这个德国跟普京的通话之后，俄乌和谈，欧洲的态度也在改变。过去一向都是说要全力相挺乌克兰的，现在几乎也开始跟川普同调了吗？在各种外媒的分析里面，似乎欧洲态度正在快速的变化。那肖斯当然也要特别澄清啦我跟普京通话呢，不要担心，乌克兰可以信任我们不会背着基辅做任何决定。通话只是告诉普京说，他绝对不能指望德国、欧洲跟许多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减弱，是这样吗？光这个通话就代表了某一种意义
所以芬兰外交部的部长还特别公开讲哦，欧洲领导人不要啦，不要再跟独裁者通电话了，不应该转移注意力。但北欧邻国开始有各种紧张的氛围，也持续的在发生吗？像发的这个瑞典小册子，本来小册子啊，越发越厚，像里面有个大册子啊，6年前开始更新啊，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近再发给民众，就是担心如果真的战争发生要做的因应措施嘛，然后被说又变厚又变大本了，所以显然这个战争可能的威胁。这个对于民众来讲，威胁的意识也越来越重了。俄罗斯在对乌克兰下狠手吗？在最新发生的新闻画面里看到，17号俄罗斯发射120枚的飞弹，出动90多架无人机，直接攻击是乌克兰全境的能源基础设施。看起来被形容是3个月来最大的威力。因为冬天要来了，其实到11月，可能到下个月会更冷，直接要把能源设施给打掉，还让波兰的战机急升空来预备。那么，甚至接下来北韩会派10万的部队要一起对抗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战事接下来的发展也很难乐观期待。亮哥，现在看看泽伦斯基这段谈话，被马斯克直接给他酸回去。我觉得现在因为美国政权正要交接那现在拜登还在台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应付拜登因为现在川普还没有上任所以泽伦斯基这种话是讲给拜登听的啦，因为拜登现在还在给他武器他圣诞节之前要给他60亿美元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当然要表现出我有认真在打的样子那强硬那个就说你不能逼我上桌等等等可是川普1月20号上台，他已经公开讲了，你别想从美国拿1毛钱。你去看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再讲这种话？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也是一样比如说德国还在那边讲消资啦，说你可以相信我你2月就下台了啦，消资2月就下台的人讲大话讲最多，为什么你不去问马克宏呢？为什么不去问那个 Meloni 那个意大利总理？因为这2个人是有权力的人他们不好讲话就是他们刚好他卡到了这个拜登跟川普那拜登还在，拜登是支持北约的那是支持美国跟欧洲同一个步调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变成川普那种态度？所以你就会听到一些不一致的声音比如说德国我前天也看到他偷偷的在跟俄罗斯联络说天然气交易可不可以恢复那俄罗斯立刻答应，说只要你们说可以，我们立刻卖。大家都来了，那这个不是背叛拜登吗？所以我跟你讲啦，我是认为就是说到了1月你这一页来看，一定所有的人都改口。就那个时候，川普的氛围就会越来越明显了那我就不相信你欧洲能够筹得出钱因为美国如果不给钱那请问欧洲谁有钱嘛？美国那个英国已经财政危机了那个斯凯默不是说他已经破产了那欧洲现在谁愿意出钱肖兹都快下台了所以我才不相信到时候谁会有钱那个泽伦斯基你现在还有这个底气讲硬话，因为圣诞节之前美国还要给钱到了明年1月，你看泽伦斯基怎么说话？他搞不好到时候连军队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他财政是极端严峻你去看他有几个地方可以如常的生产，杜巴斯已经没了请问他的 GDP 现在实际上有多少？你怎么不去算一下？还有钱可以让你养军队、养公务员等等等而且我跟你讲，你这边有引述到川普2019年川普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川普跟泽伦斯基跟他要拜登儿子的资料嘛，那时候不是要去查案吗？结果泽伦斯基不太方便不太方便结果你知道川普回来之后，因为最近那个巴勃乌多尔写了一本新书叫《战争》刚出来结果川普立刻说什么你知道吗？说乌克兰就是一个超级贪污腐败的政府，
所以没有人敢去那边投资。哇，中价来整你稍不如他的意。所以我跟你讲，你明年1月你就看看吧，看你还敢不敢这样讲话。我跟你讲，川普立刻整他啦，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啊。严老师有没有可能，川普我们到时候他进到白宫的可能的画面，第一个除了说不再任何1毛钱援助给乌克兰之外，甚至进一步来查贪腐啊，说有各种这个出现在加沙战场被盗卖的军火啊，连这个都来追究。我觉得川普在这一方面，我是觉得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啊，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因为我比较相信他的谈话，他说他第2天打完一个电话就结束了，可是已经好像有10几天了。这个战争还没结束嘛？还没就任，还没他那你那个时候就不应该讲，你说等我就任。他说 ，in fact， 他说当我当选的时候，第2天我就可以处理完，所以就是吹牛，美国人也相信，我觉得这就很奇怪了啊。好，那就等他是正式上台吧。但是正式上台，泽伦斯基绝对是不利的啊。那看起来就是要认赔杀出，你不要说是你过去所梦想的拿回。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你连乌东都要丢掉，可能一部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川普会强迫他签下一个，就是真的叫做不平等条约，然后呢认赔杀出，大概就是他也没办法，他也无法有其他的作为啊。因为我还是认为，川普可以透过乌克兰的这个议题，让普丁这边得到一点好处，可以跟伊朗那边去施压，让以色列在中东。比较可以占到更多的优势啊，在处理这个哈马斯跟特别是处理真主党啊，因为真主党的势力确实是比较强，但是伊朗呢也可以就是他自己不介入了，那也尽量不跟他们援助，可是你要让这2个都不是正式的国家，能够完全让以色列就是予所欲求，我觉得也很难啊。一个是你内部的这个哈马斯到底还会可以撑多久？当然，川普他们也会看川普的情况。川普上台之后，我觉得他们会担心，哇，我大概也得认赔杀出了，可能也被迫要去放一些人质，然后签一个比较好的和平协定啊。那同样，真主党更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上台以后，这一些。确实都会发生，但川普刚才我们强调对乌克兰的态度啊，不仅是这样，而且你看讲说乌克兰贪腐，这就是我最担心台湾的部分，就是他找了一个东西先污名化乌克兰，然后呢就觉得说我干嘛要援助你？那现在他先污名化我们台湾，那个是贼，偷我们的晶片，然后就先把我们已经污名化了，然后呢到最后可能就。不会想要特别来援助我们。那我自己来看，我是觉得是说，今天川普上任之后，确实他会有很多比较让大家想不到的。我为什么刚刚讲说有一个矛盾地方？他又很希望有国防哦，强大的国防，然后他不要用，对不对？然后他又指控这个军工复合体贪腐，结果军工复合体就是你强大国防，你就在造就他们。那你到底是要什么？你又要清除这些军中的恶的势力，或者这种不听话的这个将领啊等等，要把它塑身，但是又要有强大国防，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是充满矛盾。他觉得哪些话讲起来民众喜欢听的，他会讲，说我们不介入外面的战争，但是那你自己搞那么大的国防干嘛？彬哥，如果现在拜登时代最后的看守期准许了乌克兰用美国的武器去做长程武器的攻击就攻击到了俄罗斯，可能会有后果。其实虽然俄罗斯宣称说你这样就是开启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步骤，但是我不认为会真的出现第3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大概也就是恐吓一下，因为我觉得美国就算让它使用，大概也是有限度的使用。他说只能在库尔斯克，对，只能在库斯克那个地方使用。那泽连斯基会不会想用在别的地方？这我就不知道。那当然，美国应该是监管得很严啊。其实拜登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至少要在他卸任前拖住这个战局，不能够让他结束。那你不让他结束，就可以把这个摊子全部丢给川普。对啊，那川普就必须要去伤脑筋这个问题。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乌克兰在拜登的任内最后这2个月就已经整个大局不可收拾，那不是让川普刚好上来捡现成？对啊，直接收割，而且所有的罪过全部都在拜登一个人身上，所以拜登一定会想要让川普来分担他这个东西啊，你川普跑不掉的，所以川普未来会更头痛，但是这也没办法，这是拜登一定会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承诺那60亿美金
真的会给，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在最后这个时候撑住乌克兰，让他不会倒下来嘛，因为倒下来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泽伦斯基至少这2个月会获得一定的援助，可是这其实也意味着这2个月的战事恐怕会很激烈，恐怕他们要死更多的人。因为普丁一定也想在川普上台之前抢更多的东西啊。他最近也在加大对库斯克这边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福是祸，这个很难讲。但是泽伦斯基虽然讲得很好听，说你们不可以逼我们坐在那边听你们谈判，但泽伦斯基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雅尔达密约听过没有？你可能人家直接讲好叫你吞下去哦。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事情。雅尔达在哪里？你知道？就在克里米亚半岛。就在那里，会不会历史再重演一次？真的很难说。以川普的个性，我觉得他私底下跟普丁谈好，叫你吞下去，好像是刚刚好而已。他现在就在营造这种氛围啊，乌克兰不值得救，因为早在开战初期就有人在传说泽伦斯基家族在美国有不知道多少亿的那个赃款在这些地方，那到底是不是有这些东西我们不晓得。但只要他想办法渲染这一点，这不是不能做到，这是人格毁灭战。我把你泽伦斯基斗臭。那到时候我就来帮你收拾这个局面，所以这不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事情。那欧洲这些国家虽然每一个嘴巴上讲得很硬啦，老实说啦，大家都准备跳车了。这个摆在眼前就是这样啊。肖兹讲的跟真的一样，如果你真的只是要去警告普丁的话，你打这电话干嘛？你有病啊！你有毛病，你吃饱没事干，晚上找不到人聊天了，所以一定要去打这电话，无聊嘛。你显然就是想要去跟他谈交易嘛，这是太明显了。但是老实讲，普丁现在当然是满口应承，可是他也看衰你啊，因为你也快下台了。2月，对啊，所以你能够承诺什么？所以他也是在等你后面的人嘛。大家就是彼此互相演戏。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现在真的开始加紧，特别他专注在打能源设施，他就是要让你过不了冬天。我看你怎么撑。天哪，这真的很可怕。这个下去很恐怖。乌克兰那种冷可不是一般的冷。那个会死非常多的人呢。这乌克兰今年又是一个苦难的冬天。是对于乌克兰的川的痛苦跟苦难哦，川普怎么想，未来还不知道，但他非常快速，被说是史上最快速的时间，把内阁主要的名单都提出来了哦。这个最快布局的记录，8天提名了12个人，虽然都有争议，但是以众议院议长，但他是共和党，我刚开始以为是在骂他，就搞了半天他是在帮川普讲话，说川普选中这些破坏分子带领新政府呢，这些人会颠覆现状。这是经过策划而为之，所以他意思是说，现在的政府需要被颠覆，需要被破坏，重新开始了吗？接下来怎么开始呢？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全部都是崭新的一刻吗？比过去更激进的川普带着新内阁去看格斗大赛，那这个格斗大赛呢，这个马斯克坐旁边，哇，关系非常的亲热，甚至看到这个画面什么，他在跳，现场响起了他竞选歌曲 YMCA， 他也跟着跳起来了，看起来很开心。旁边都是谁呢？都是他的新内阁的成员，也都是所谓的鹰派跟川系人员哦，一起看的格斗赛，是准备要格斗了吗？那尤其像看看这位川普的准国防部长，他特别讲，五角大厦过去军推，如果美中打仗的话，美国都败阵，所以官僚效率实在是在整个战争跑在战争的后面。所以中国大陆他认为领袖具有野心，美国却太忙了。他要接国防部长，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美国可以赢，方法又是什么呢？但现在不是要裁减预算嘛？或者是像这位美国的准国安顾问 Waltz， 他说，美国不应该因为武装台湾去惹怒习近平，他是最曾经公开主张的，他要台湾成为准战争状态的。他说，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准备好，即便中国海军跟太空军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国，甚至核武的数量以3倍数成长，但美国要准备的是，需要为台湾备战嘛？这是到什么程度，真的不知道。又不能够惹怒习近平，又要备战，这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的平衡。那么再来看看，还有考量国安风险哦。新政府第一个说要驱逐的所谓移民政策，先有第一波，谁呢？这是青川团队放的消息，说中国没有公民证的移民，尤其是年龄上是属于介龄、异龄的男子，他认为这样的群体呢，对于美国的国安是构成潜在威胁的。因为2022到2024，光入境美国的无证中国籍的移民，从2.7万直接有7.8万的这么大的比例跟数字，他认为第一波就要把他们先赶出去。再来，马斯克刚刚看到的
格斗赛啦，马斯克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谈笑风生，很开心。那这个消息我们前几天也讨论过啊，《纽约时报》报道的好吗？他说马斯克特别找了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去讨论如何缓解美伊关系啊，结果一个伊朗的外长出来否认，他说这个是美国媒体捏造的故事，背后动机是可以被推测的。那关系很紧张啊，还有巴西更紧张了。第一夫人呢，因为她在 X 上的平台有一些假讯息，还有攻击，甚至被账号入侵啊等等的，那她要求解决都没被解决，不知道是因此非常的不满，所以她不在一个公开的活动里面，痛批社群媒体造假，结果甚至还骂马斯克一段脏话，听听这段谈话。Alô? Uma buzina de navio. Elon Musk. Eu não tenho medo de você, inclusive. Boa! Que o Elon Musk. 这是什么谈话？是场合，他就是在一个记者会活动里头啦，突然就有个鸣笛声哦。船只的鸣笛声把他谈话打断，他认为这个是马斯克干的，然后他就用脏话骂他，这是过去对于马斯克的 X 这个社群上的不满啊。结果马斯克还特别用 X 回应他，用这个大笑的图回应，然后他们会输掉下一次的选举。哇，马斯克还没有真的上任，所谓的裁减政府机制的这样的身份，就已经在各国之间产生各种纠纷吗？政府效率部现在宣布出来的顺序很厉害，要把428个联邦机构砍到变99个，厉害了。当然很多网友就在说，哇，台湾好像有需要，是不是有很多不需要的组织？真的有这么多吗？还有 Epic 啊，我们前几天还只看到昨天前天都还看到是拜登被站在非 C 位的很边后排位置等等的，在过了20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怎么日本的首相不见了，石破茂到哪去了？啊，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任何的位置？我们只看到这个拜登这边新闻稿发出来说，我们站的是原本按照字母顺序啊，那其他人有人乱站，为什么乱站？原来是有人不见，少一个人一个洞，所以要补上去吗？原来啊，新闻稿发出来澄清，原来他是因为当天去秘鲁前总统藤森千野的墓地献花，居然没有算时间，塞车。回来赶不及回来，不是说日本人很在乎有没有迟到守时的问题吗？我们过去可是战战兢兢，不是吗？居然他就是因为迟到塞车，没有参加到大合照，这不可思议。现在在日本的国内已经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效应，因为他的昨天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数字已经又掉了5个百分点，又发生这个事情，会不会太离谱？包括他跟这个拜登要见面，说要见川普，就川普直接说我们要跟你见面，这种种种的尴尬。让石破茂这次此行是这个重中之重的尴尬。好啦，川普还顾问扬言说，前海港全力抗中嘛，只要到了前海港的货物都要征60%关税进到美国。那甚至中国大陆还说，接下来除了投资前海港，还要有新港口要投入。那特别这个。拉丁美国的国家包括了这个秘鲁就说，那么欢迎美国也赶快来投资了哦。亮哥怎么看？在最新的这几个名单陆续公布，我公布没什么啦，这个基本上要参议院3/5同意啊。那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国防部长还有司法部长，因为这两个人后续都是要准备斗争的。这个国防部长就是要斗那个什么觉醒将军嘛，那个就是性别认同，就是 DEI 啦，就是多元化、平等还有包容性，这是光 Milley 主张的政策啊。那我现在已经看到军方支持川普的人已经列出黑名单了，就哪些将军都要把他干掉啊。那刚好这个 Hexas 被查到。有跟一个17岁的女生在一起，所以我跟你讲啊，接下来因为民主党的媒体是比较优势的所以接下来他的那个参议院行使人事同意权一定会结合媒体把他斗争得很惨，就不断的挖你的料了，然后让你没有办法通过了。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了。那还有司法部长，因为川普摆明了这个司法部长是要来报仇的。他要司法去就办很多民主党的精英嘛，所以怎么可能让你有好果子吃呢？对不对？所以
我坦白讲，美国我认为未来这一年啊，一定内斗频频啊，还有驱逐非法移民呢。你刚刚讲到中国那些非法移民优先嘛，对不对？美国的非法移民有1100万，那他们估计中国大陆大概接近8万啊，所以呢，那个 Homan 就是边境沙皇，已经说第一年要驱逐100万人，所以事实上就是集中在华裔跟这个 Hispanic 嘛，那他们必然是住在中下层的社区啦，因为他们刚到一定没有钱嘛，那我跟你讲会非常暴烈的。因为不需要法院审判，我只要执法人员认为你是，我就可以拘提你。所以到时候我甚至认为有一些社区搞不好会发生治安事件，因为他会抗拒嘛，搞不好会有枪战的，因为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呢，我要把你驱逐啊，甚至有人估计啊，说川普为了要驱逐100万非法移民。可能要花3000万美元，3000亿美元，因为你要有多少执法人员介入？比如说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要介入啊，国土安全部的员工有25万，那他还觉得不够，所以呢，为什么需要这个国防部长？国民兵 stand by， 而且你抓到这些人，你要有地方先放着啊，拘留啊，用军事基地，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些事情执行起来。有的看啊，可是这么快的通过这些人事提名，也是表示没有经过内部沟通，也没有跟参众都是川普决定的啦，所以他一个人决定，到时候在人事通过过程当中，不会再有更多冲突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APEC 上画面本来一开始大家只看到拜登怎么说站在后排很后面边边，结果后来发现石破茂根本没有到。严老师，第一个当然日本有在这个秘鲁在2次大战之前，他们就1930年就有很多移民到南美洲啊，包括巴西，包括秘鲁，所以后来这个藤森才会选上总统啊。当然他这个是有争议，可是我觉得你石破茂可能为了国内的这个有一些基础，觉得说哇。我们日本人在海外选上总统，我一定要去看看他过世了之后，看看他墓。可是他的女儿才在跟上一次跟现在的总统在打对台的，那你今天秘鲁并不是一个完全没办过 APEC， 他今年已经办第3次了。他其中有一次，这个8年前那是因为智利发生地震，他临时接下来，所以你说他会不晓得帮你们开道吗？不晓得帮，一定有，一定可以嘛。但是就是你跑去看一个他的对手。那好，我干嘛要帮你看？这是故意的吗？没有，那我就没有那么积极嘛。就像在美国迷航那次对，那你就迷航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回头要讲一下美国的这个川普用人，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川普不是不用这个反对他的人，或者说不忠于他的人，他是说你对他的表达的忠诚要非常的谄媚。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最好，你不能只说川普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很好，不是，川普的时代我们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好，这样的人威武，对，威武，这样他才会要相对竞争人，对，要这样他才会用，才能够被他重用。所以你看他，而且他喜欢用佛罗里达的这些人，因为佛罗里达这些人都知道川普在佛罗里达很有影响力，所以如果今天不对他这种谄媚效忠，就没办法选。那因为这些人这样，所以他都选了一些师德大部分都有问题的人。准备要打竞技赛了可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有问题，川普看起来像是在诗班唱诗的了，是他的诗德变得好很多。明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现在新内阁被说是公布最快的史上纪录，包括马斯克现在争议也是最快的。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因为经过第一任的时候，他这一次其实早就是口袋名单，他早就准备好，所以才会速度这么快，一下全部都提出来。那但是他提出来归提出来，未来在参众两院虽然都是共和党多数，但是他还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因为
你说一般的那种意识形态什么，那还是其次。所以呢，如果是犯罪记录，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倒不一定会过，所以那个赫尔塞斯不是一定能够接国防部长哦。其实这个是有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川普这次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反正全部都要用我想要的人，然后呢，意见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一个都不要用。好处是未来可能美国政府真的效率很高，坏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可能美国可能会陷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光是裁减会不会失业就你开始想想看抗议啦？，你不要以为马斯克是开玩笑的，他说减77%，马斯克接手 Twitter 的时候，他把它改成 X， 他裁了90%的人， 90%没有错。对，只剩1000多人，所以他是干得出来这种事。可是问题是，这个不是私人企业啊，这是政府机关哦。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最新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看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刚刚在这个民众党开完了内部的会议之后，最后决定，因为柯文哲嘛，他请假的假单时间到了，最后决定怎么样呢？14位的这个成员一致决定，中央委员会的开会决议就是让柯文哲继续请假。延长这个假单一直到明年的2月28号，在羁押期间，既不会选代理主席，也不会另外举行选举，因为如果有代理主席的话，接下来6个月之内就要重新选党主席喽。显然就是要维持现状，也避免内部更大的冲突啦。柯文哲羁押75天了，北检本周就要评估了，包括李文宗。李文宗是先前在竞办里面的财务长因为涉嫌收贿啊这些罪啊，跟募可的资金的关系啊，现在收押中，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延押？看起来也是本周就要做出决定。民众党那边的有没有各种内忧呢？又不是内部的各种不合、互相的指控呢？哎呀，例如性骚扰的指控啦，哎呦，是不是有双黄内斗啦？各种不同的派系啦。那黄国昌昨天有个新闻出现，他去找馆长练搏击。就民进党党团赶快跳出来讽刺啊！他说当法律人上街游行表达诉求，黄国昌练武功，这代表这个民进党不会被黄锁喉。其实民主才能把这个真的程序走完嘛，那就要讲成是锁喉吗？所以当前真正被黄锁喉的人是黄珊珊啊，意思就是说黄珊珊意见跟你不一样啊，你是把黄珊珊的意见给掩盖了、锁喉了呢？而另外在凡事都要抗中的我们的执政党风格里头啊，薄瓜瓜的孩子薄瓜瓜啦，就是这个过去薄熙来的儿子啦来台湾要结婚办婚宴这件事情，国安局特别的重视，甚至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蔡明燕还特别讲，国安局的基本活动原则呢，就是保障合法的活动，所以对于可能非法啦，或者是异常啊的活动，会积极防范查处。所以人家婚宴有什么违法或异常吗？总之他说会密切观察。但为什么卜瓜可以来？到底是陆配还是外配？因为刚好最近有民众党立委是陆配，有没有可能递补上来担任的这个司法性的各种争议的问题？风传媒的分析认为，其实卜瓜在蔡英文执政期间就已经升起来台了。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型，因为他身份敏感，两岸关系的各种考量。为什么是到了赖清德总统上任才对卜瓜开了绿灯，让他正式放行呢？有知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是表示赖清德的两岸路线选择跟北京要杠到底，甚至让卜瓜进台湾。毕竟薄熙来过去是这个习近平的曾经竞选过的对手当然现在已经锒铛入狱，但政治意识上是不是有借此要洗脸习近平的味道呢？是不是要铁了心给对岸难看呢？那么被认为是在美国政权交接过渡时期最有利于民进党而可以生事的时期吗？有没有这么厉害呢？例如范世平是群力的名嘴嘛，他就说中国会低调处理许伯联姻，就是不敢得罪习近平，那政治上就是要恶心一下习近平，以报抄家灭族之仇吗？那以萧旭岑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他的分析认为说，尤其是习近平是不是在 APEC 上面特别点名赖清德？虽然还在台湾的外交部特别说，哎呀，根本没有这种所谓的争议里头，但他认为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过去最重的一次谈话，
把未来的两岸关系直接定掉了，是不能小看的哦。甚至大陆外交部的新闻稿都已经直接把赖清德啦、民进党啊6个字写出来的话，难道是没有经过同意吗？没有经过习近平的许可就可以刊出来吗？为什么还有我们的政府机关还在刻意的讲说，是不是他们的官媒啊在造假呀，而认知作战呐？所以这个罕见的讯号，连大陆的学者都认为非常不利于台海局势，是对抗越来越加剧的。让拜习会到底有没有点名赖清德啊？这个各种的官方说法不停的澄清。那尤其像蔡明彥好了，国安局评估之后，不排除是大陆外交部或官媒刻意做宣传，或者是认知作战，有这么严重吗？所以我们刚刚前一节已经聊到这个例子，甚至把过去的影片拿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说真的，如果你要跟美国查证啊，去问拜登，拜登记得吗？他记得赖清德的名字吗？他连用自己国防部长的名字都忘，把他叫成那个黑人，把泽伦斯基叫成普京，把贺锦丽叫成川普，把金正恩叫成南韩总统，尹锡悦叫成文在寅。所以名字重要吗？重要的是现在两岸的关系跟态度已经越来越严峻了。亮哥，先来看看民众党最新这个发展，也是大家可以想象可能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个表示柯文哲的权威还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了，然后可能也不容易整合出一个特定的人来当主席了。所以，既然在2个月内没有办法形成，那不如就再 hold 着，就这样啊。因为柯文哲到1月4号第2次羁押就到了，那除非就是审判之后你再羁押啊，那除非有明显的金流被查到了，不然如果只有图利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那当然那个时候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啦，比如说可能也会重保啊，那要不要去付那个钱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总之就是。反正就是那个主席就延到明年228嘛，啊，就这样。事实上，民众党最近主要议题还是在立法院呐，其他也很难有新闻性啊。那博高高根本不需要讨论啊，因为他一点都不重要。我没有看到大陆有人在讨论他，没有啊。我看到很多绿媒特别写说他是被下架、被封锁的关键字。没有，这个就是胡说八道了啊！根本没有人认为他重要，他又不是政治人物，他也没有被限制啊。所以我是说，我觉得民进党在那边不知道在嗨什么，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你如果说蔡英文任内，他可能怕那个时候就是薄熙来被关嘛，那可能有一阵子。可能有一些敏感，可是到了后来，我一点都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了。他实际上就是演艺圈啊、花边新闻这一种，实际上他们也不是演艺圈呐，就祝福这对新人，就那个终成眷属啊，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一点政治性都没有了。反而是我们国安单位先提起来，所以才让大家关注到。不是啊，因为蔡英文没有让他来啊。事实上是因为这样变成新闻啊。不然。我一点都不认为这个跟政治有关啊。对啊，所以我不知道绿媒到底在讨论什么，莫名其妙了。薄熙来的力量现在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是0啊，简直莫名其妙。反倒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习近平点名赖清德呢？赖清德不是台独吗？强力澄清。赖清德，你不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这有什么好否认呢？而且勋章呢？我跟你讲，这个并不是媒体而已，中国外交部的官网，直接登出那个新闻稿。那我们的国安会是认为，中国外交部不经过习近平的同意，可以把习近平拿来炒作新闻啊？你把中国的官场看成这样啊？你认为新华社、中国外交部不经习近平的同意，可以大剌剌来写一个新闻说习近平强调？你把中国的政治看成什么啊？而且这有什么好炒作的呢？莫名其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你不是把你的弱点曝光给人家看？你是很害怕习近平
当着美国总统面前提到赖清德，是不是？不能呢，不可以。那搞不好下一次那个习近平明年总会见到川普吧？搞不好就故意提给你听，莫名其妙嘛。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安会也非常害怕黄循财，新加坡的总理提到反对台独，是不是？对，这简直也是一直在澄清莫名其妙哎。新加坡的国策就是反对台独啊，主张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啊。你去新加坡外交部查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的焦虑置之于外啊，那我跟你讲，中国大陆下次就弄真的给你看，下次就习近平真的在川普面前提赖清德，那下次跟新加坡见面，就故意让黄循财看可不可以说出反对台独。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搞外交的啦。我说实在啊，我举例啦，比如说中国大陆新华社，每次习近平跟拜登见完，他们就会写4不1无益，对不对？王毅见苏利文也会写4不1无益啊。美国的官网从未出现过，当然国务院都没有，可是美国从来没有否认。是。所以这件事情，习近平有没有点名赖清德？美国自己去澄清嘛，干你什么事啊？美国不讲话然后变成是你说我已经证实过了，请问你问谁啊？问拜登吗？请问你问谁啊？你是问苏利文啊？问布林肯啊？不然你怎么知道呢？美国为什么不澄清？新华社、中国外交部都公开这样写，美国为什么不澄清？我跟你讲哦，这种高峰会回去之后，各取所需，写出其中部分的一段话，外交常态这常态嘛。4不1无益在美国官网从未出现过，可是美国不否认就是这样啊。而且中国大陆我看过的新华社发4不1无益，我至少看过4次，都是跟他们的外交官见完面之后再写一次，再写一次，美国就是不否认啊。可是美国也没有照做啦，没有错啦，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民进党是在紧张什么，莫名其妙。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最害怕的事情宣传给全世界知道呢？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官方特别把双方美啊、中啊的各自的新闻稿拿出来比对，说你看对不上有矛盾不一样，然后还特别提，从开始是不具名的官员，后来是国安单位讲的，就是说你看这个是认知作战，官媒造假，没有讲赖清德3个字，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好笑，因为太好笑了吧，彬哥，这不像一般外交可以有的这个所谓的国际视野。不是我不懂，我们否认这个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告诉外国，习近平不认为赖清德是台独，不能够提这3个字。那是这意思吗？我不懂，还是针对赖清德？赖清德是佛地魔吗？你的名字不准提，不是强调这个干嘛？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样。好，就算习近平没有讲没讲，那怎么样了吗？态势有改变吗？还是没改变啊？他的官媒讲，其实就代表老共那边现在就是这种态度啊。不只是官媒，外交部网上新闻稿，外交部新闻稿也讲啦，所以人家官方就已经定调就是这种态度了嘛。那你应该要去考虑的是，你怎么应对对方这种态度。当对方已经认定你就是挑起两岸之间纷争的这个始作俑者的时候，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而不是去争他到底有没有指我的名，他有没有讲我的名字？真的干嘛？你不小孩子，很纠结，很奇怪，我都不知道争这到底要干嘛。那民众党说真的啦，他们现在决定谁当代理主席都不对，讲实在话，所以最好的方式，反正也不急嘛，干嘛？谁急着要上位吗？也没有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就是反正等柯文哲的官司看有没有一个结果出来再说。也算搁置争议。对，就先搁置争议。而且实际上大家去看民众党党章啊，他们党主席任期多久根本没讲，他们高兴连任就连任，高兴干嘛就干嘛，因为这个党本来就是为柯文哲设的嘛，就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专属于柯文哲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想要借这个东西去挑起民众党内部的纷争，我是觉得蛮无聊的。民众党应该也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那至于说黄国昌去练柔术是为了对付谁，
反正到时候看国会谁被他勒住，就知道他对付谁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啊。我们大家看沈博阳吧，我们看实战到底谁？那沈博阳自己要注意，人家再叫你踩他的贝尔蛇记得不要再踩了，不要这么蠢了。那博呱呱，我必须说，博呱呱这个国安局都要出来回应，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回应。就博呱呱是间谍吗？他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都不是，他是英国人。所以他到底有什么国安危机，我不知道。也是因为他有第3地的身份。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啊，他只要一取得英国国籍，他就等于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才会准的呀。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这大陆人啊，所以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然后范世平我也觉得他很猛，他说这目的就是要恶心一下。我不知道你个人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我不认为博呱呱结这个婚是为了恶心一下中国大陆，我觉得他没有这么无聊，他有像你这么无聊吗？我觉得你们想象力会不会太丰富？人家就是结个婚，谈个恋爱，刚好娶到了一个台湾女儿，就这样子而已，就这样。而且我跟大家讲，很多人还在纠结什么未来他们要不要入台湾籍，没有人想要入台湾籍，好不好？人家有英国籍，英国国籍比台湾国籍值钱多了，好吗？未来人家一定。大概就是取得英国国籍，他也不会住在台湾啊。是啊，他根本不会住在这里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拿这个想要去消费，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严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我们看这个高峰会讲话啊，刚才亮哥已经讲了，大家就是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新闻稿嘛出来啊。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互不承认、互不否认。他们从两岸关系学了很多啊。就是说，你讲的一些东西我不否认你，但我也不承认我自己说过哪些话啊。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他们互动的一个模式。那反而我最紧张的一部分是在白宫的新闻稿里头都有的，就是在他们开始进入正题之前，双方彼此讲一下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拜登讲了一句话哦，他说美中是最重要的同盟哦。这一句你看看，你听听看啊。他说 ，W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or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哇哦，什么时候美国跟中国变成了most important alliance？ 本身他卸任了嘛？alliance 这个字不能随便用，那是有条约的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关心这个吧。你去关心赖清德干嘛？赖清德应该是更高兴被点名了，这不是按照民进党的标准，这都是勋章嘛啊。就是我是激进台独啊，我是这个台独之子，现在被对岸已经公开认可。你看王定宇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么讲的嘛，那为什么会怕？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今天习近平如果真的讲了这些话，那你好，干脆你去跟美国去查吧，看看美国会不会。他说对啊，他跟美方查证啊。那么查证的结果要告诉我们啊，不要大家又没有。我觉得这种话我现在听了很多。有啊，他说查证完之后确定没有啊。但不就是不知道他跟谁查？但是，那你请美方告诉我们，请 AID 出来讲话嘛？那好，如果真的说确定没有，我请我们 TVBS 记者去问 AID 好吗？在问拜登没有，我觉得这种话，你不要这样子骗人家。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去查一下为什么美国跟中国变成了一个 alliance，most important alliance， 去查一下吧。好，有下一段会有这个记者去问拜登，但不是问这个问题，他也不回答走掉了啊。